今天我们开始讲下一节。这一节呢，我们想讲一讲呢，这个中医啊，在这个淘金的时代呢，到底呢发挥着什么贡献、什么作用？因为在淘金的年代，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容易淘金啊。修铁路啊这些工作呢，非常容易外伤，因为有时候石头砸下来，砸断腿了，砸断手了。当时这个外伤呢，在没有消炎药那个年代的话呢，只能是截肢啊这样。但是我们中医就不同了，我们中医就用那个跌打用这个中草药用这个正骨把这个骨头先给它复位了以后呢，就给它用这个夹板夹着包起来，放点那个中草药下去呢，慢慢这个手呢能够保得住这一点呢是比那个白人呢是优胜的所以呢中医呢对我们加拿大的早期的这些淘金者呢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我这一章呢，我也想请水哥跟我们讲讲，先读一读这一章。落基山史记，作者介东，出版发行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学会。第2章，淘金热潮。第6节，中医跌打淘金矿区显身手。梁琦又名阿琦，广东南海人，从小在乡下习武，也读过几年私塾，曾经想考取功名，但未能得志。1850年，他听到美国旧金山淘金热消息，抱着发财的希望，跟几个同乡一起乘船来到美国。可惜的是，他来得太晚了。等他到达旧金山时，淘金热潮已经退却，大部分比较容易淘的金都已经被淘完。他没有经济能力再买一张船票回中国，只能在当地寻找工作。由于从小练武就会写字，他很快就找到在武馆里面当中医学徒的工作。平时除了负责武馆的清洁卫生、陪练之外，他还要帮中医师熬药、敷药、跌打包扎等。晚上他继续刻苦钻研医书，努力学习。没过几年，他已经可以帮着师傅一起替人治病了。1858年，阿琦在旧金山听到北面的加拿大发现黄金的消息，又萌发了北上淘金的梦想。他交代了手头的工作之后，辞别师傅，准备北上加拿大淘金。师傅知道阿琦这个人天资聪颖，勤奋好学，非池中之物，迟早要离开师门的外边发展，所以没有阻拦，还给了他一些钱和几本医书，叮嘱他万一淘金不成，凭着自己的医学本领，也可以在新的地方安身立命。阿琦非常感谢师傅的厚爱，拜别师傅，依依不舍地坐船北上。1859年，阿琦来到了维多利亚。这时，由于飞沙河的淘金者太多，秩序非常混乱，抢劫斗殴时有发生。白人与原住民为了抢占地盘，经常发生暴力冲突。华人尽量避开治安不稳定的地区，去到偏远或者是白人淘金者放弃的地区淘金。阿琦也跟在这些人群中，打算碰碰运气，结果试了好几个地方都一无所获。正在阿琦彷徨渺茫的时候，他想起师傅曾经建议他开中医馆谋生。在开采黄金工作中，矿工容易受到各种外伤，需要有中医帮助他们治疗和恢复。1860年，阿琦回到维多利亚，开设了第一家中医馆。在维多利亚开中医馆，主要是为华人服务，治疗一些普通的感冒、发烧、头疼、咳嗽等。陆陆续续有很多在矿区受到跌打损伤的矿工来到维多利亚寻求中医治疗。由于从矿区来到维多利亚要走1-2个星期的路，有些病情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变得非常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1862年，为了让受伤的矿工及时得到中医治疗，阿琦来到当时的淘金重镇巴克维尔，开了一家中医药材铺。盛之林医馆开张没多久，在巴克维尔附近的矿区发生了一次重大的矿难，10几个矿工受到不同程度的外伤，其中大部分人骨折。当时巴克维尔的西医馆没办法同时处理这么多伤者，有一部分伤者不得不转到中医馆治疗。很多白人伤员一开始对中医馆的疗法抱怀疑态度，但基于无奈，只能接受中医的治疗。
阿奇用中医的跌打正骨、外敷内服、针灸推拿等多种方法对患者进行诊治。由于治疗及时，方法得当，这批病人很快恢复，并可以重新工作。当时选择西医治疗的伤者，手脚骨折的病人，大部分需要截肢，造成终身残废。经过这一次事件，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之下，中医治疗骨折外伤跌打明显优于西医治疗。巴特维尔社区的民众纷纷涌入中医馆求医。阿奇除了日常的治病受药之外，每年夏天还带2个徒弟上山采药。他告诉徒弟，医书有说，天下有其症，必有其药，采集本地的药材非常重要。本地药材往往对本地一些特殊症状有特效。当时华人大部分是从天气较热的广东地区来到加拿大，而这里的气候是类似中国北方的寒温带，气候差别悬殊。很多华人来到加拿大以后，不适应本地的气候和水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阿奇认为这种病正是由于本地的寒湿气候所致。他采用当地人当蔬菜无食用的大黄、蒲公英、松针等，治好了多种本地常见病。阿奇的采药范围很广，不仅是在附近，有时还要跑到100多英里外的甘露堡采药。在那里的山区，他发现了西洋参。他知道人参有增强抵抗力、预防流感的作用。在当时还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流感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流行性疾病，而且死亡率很高。阿奇介绍本地人大量使用西洋参增加抵抗力，从而有效减少流感爆发和死亡率。在淘金地的山区，有很多黑熊、马鹿等野生动物。猎人一般打了黑熊都是吃肉，皮毛可以出卖，内脏基本上废弃。阿奇知道熊胆有清热解毒、平肝明目、杀虫止血的作用，在中国是名贵药材。由于当时的卫生条件差，很多当地常见病症都很难医治。阿奇就向猎人收购熊胆，用熊胆对湿热黄疸、暑湿泻痢、热病惊痫、目赤翳胀、喉痹、鼻石、疔疮、痔瘘、肝疾、蛔虫等病症进行治疗，结果有很好的功效。欧洲人一般用鹿角做家庭装饰品，鹿茸、鹿筋、鹿鞭及鹿尾巴则被废弃，阿奇就把它们全部收购回来。鹿角治疮疡肿毒、淤血作痛、虚劳内伤、腰脊疼痛，这些都是矿工的常见职业病。鹿茸治宫冷不孕、眩晕耳鸣耳聋、腰脊冷痛、筋骨微软、崩漏带下。由于生活物资缺乏，供应困难，大部分的妇女都身体虚弱、营养不良，服用鹿茸后，大大改善了他们的身体情况。鹿鞭主治肾虚劳损、腰膝酸痛、耳聋耳鸣、阳痿、遗精、早泄。男人们由于每天都要应付大量的重体力劳动，这些症状也是普遍存在。鹿尾巴在中国更是不可多得的名贵滋补强壮剂，一直被中国帝皇视为珍品，只有皇室家族才有机会享用。鹿尾巴以尺寸大小分等级，尺寸越大，等级越高，功效越好。加拿大马鹿的鹿尾巴是世界上入药等级最高的极品。1883年，阿奇在加拿大生活和工作了20多年后，赚取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回到广州。他在广州汇福路购买了几个物业用于出租，过着奢侈安逸的晚年生活。西方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华人身材瘦小，看上去没什么力气，但是他们从事体力劳动时，从早干到晚都不用休息，依然精力充沛。原来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里，有大量的保健养生知识，特别是广东人平常生活喜欢煲汤，对饮食文化也素有研究。大部分广东人对中医中药也略有了解，所以很快就适应了当地的气候和生活环境，还帮助白人和原住民共同面对和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介中评论，在西方现代医学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年代，在那些新开拓的蛮荒之地，
中医中药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华人把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医药文化带到加拿大，不但造福了自己，也造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开拓者，创造了一个和谐的、互相包容和帮助的多元文化社区，同时向世界展现了文明优秀的中国文化。听完水哥读这一章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啊，加拿大这里呢，早期呢，中医呢确实是大显身手，比那个白人要优胜啊。我这本书呢，就专门呢，就把这个情况，当时这个情况呢，就写下来，记录下来啊，让我们的后人呢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呢是确确实实是带来了这个优秀文化给加拿大所做的贡献啊。那这个中医在淘金矿区大显身手这些情况呢，如果看白人研究的历史，他就不会写的，因为他首先他不是太懂中医，并不是很多人去相信这个中医，想写都写不出来，所以呢不多人写。但是呢，我们作为华人呢，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呢，我们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呢，我这本书说，为什么说从华人的角度啊去看这个加拿大历史，华人的角度跟西方人的角度呢是不同的啊，这些就是它的不同了啊。所以很多人问我什么叫华人的角度，这些就是华人的角度，我们就集中挖掘那些中国文化啊给加拿大所带来的那些贡献。中医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大家呢可以做一个了解。谢谢大家。